8月4号这天，英国王室用一套教科书级的冷处理操作，把梅根的45岁生日直接亮成了无人问津的背景板。梅根盼了一整年的45岁生日，没等来白金汉宫半句官方祝福，反倒眼睁睁看着王室把同一天的所有版面、所有热度，全部分给了两个人。一个是去世快22年、126年前出生的伊丽莎白王太后，另一个是尤金妮公主刚出生的3胎小女儿。一条纪念追思，一条官宣添丁，两条动态一前一后发在官方账号最显眼的位置，连带着查尔斯、卡米拉、威廉凯特的账号全在转发祝贺。从头到尾，没人提一句当天过生日的苏塞克斯公爵夫人。这已经是王室连续第6年没有公开发布梅根的生日贺词了。上个月，他才跟着哈里带着孩子回英国见了查尔斯。外界不少人猜测关系破冰，今年说不定能打破惯例。结果王室用实际行动给了最明确的答案：私人见面是情分，官方认可是规矩，二者之间的界限半分都不会乱。别觉得这只是巧合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哪里是时间撞了，这是王室当着全英国人的面给梅根递了最直白的逐客令：你的生日和我们没关系，你的热度我们不凑，你的算盘我们不接。梅根本来对这个45岁生日抱着不小的期待，按照他一贯的流量打法，生日是最好的带货节点。他先是晒出2张黑白泳池照，穿一身黑泳衣举着气球往水里跳，走松弛感大女主路线。紧接着自家品牌 As Ever 就跟上造势，一边放他童年旧照卖情怀，一边顺势推出以他生日命名的0804蜡烛，还同步上新黑莓果酱晒冰淇淋食谱，明摆着要借着生日流量冲一波销量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当天放出的厨房日常视频，赤脚穿一身印着 It's Giving Mistress 字样的白色睡衣，头顶廉价生日皇冠，跟着音乐在厨房岛台旁跳舞，旁边堆着巨大的生日气球，全程对着镜头笑意盈盈，刻意营造出岁月静好、家庭幸福的氛围。可眼尖的网友发现，这条视频悄悄开了评论限制，普通用户的留言根本显示不出来，摆明了是怕负面评论冲了带货节奏。按他之前的预想，就算王室不祝福，好歹能靠生日话题冲上热搜，顺便给品牌带波货。结果算盘打得噼啪响，王室这边直接釜底抽薪，王太后的纪念组图占了历史情怀的版面，尤金妮生女儿的消息占了民生喜庆的流量，全英国的媒体头条全是王室添丁和致敬王太后。他那2张泳池照连边角料的热度都没捞着，悄无声息就沉了下去。尤金妮公主的3胎女儿偏偏选在梅根生日这天官宣，更是被全网解读成迟来8年的报复。孩子其实是8月3号下午6点20分就出生了，在葡萄牙里斯本的私立医院落地，体重6磅9盎司，是王位第15顺位继承人。因为父亲是平民，所以没有王室公主头衔，明明头天就生了，白金汉宫却压到第2天梅根生日当天才正式发公告，连尤金妮本人的社交动态也卡着同一天发，时间点卡得刚刚好。这波操作立刻让网友想起了8年前的旧账。2018年10月12号是尤金妮的大婚日子，温莎城堡里宾客云集，本来是人家姑娘一辈子一次的主场，结果梅根在婚礼招待会上当众跟王室高层透露自己怀了阿奇，消息转头就漏了出去，全英国的媒体头条瞬间从尤金妮婚礼变成了梅根怀孕，直接把新娘的风头抢得一干二净。哈里在自传备胎里还特意写过这件事，说他当时在婚宴上把怀孕消息告诉了哥哥威廉，威廉只冷冷回了4个字祝你好运，连半句恭喜的热乎劲都没有。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威廉冷漠，现在回头看，威廉早就看透了梅根的路数，不管什么场合，只要能抢热度、立人设，他从来不管是不是别人的主场。当年你抢人家婚礼的热度，现在人家孩子出生的消息刚好撞在你生日这天，网友都说这是天道好轮回。王室这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连报复都做得体体面面，半句难听话都没说，效果却比骂他一顿还狠。当然了，王室官方肯定不会承认这是故意的，问就是规矩，我们只给在职王室成员发生日祝福，哈里梅根早就退出了，不发是按制度来。可这话根本经不起细抠，
就在梅根生日前一天官宣的尤金妮3胎，王室又是发声明又是送祝福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尤金妮算在直王室成员吗？根本不算，他爹安德鲁王子早就被剥夺了所有公职，连王室头衔都悬着。尤金妮姐妹俩更是早就不拿王室俸禄，不做官方公务，纯纯的王室边缘亲戚。连安德鲁家的女儿生个孩子，王室都要大张旗鼓恭喜，轮到哈里的妻子过生日，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。这哪里是规矩问题，这分明是亲疏远近的选择，是明明白白的划清界限。王室内部的知情人也漏了口风，不是不能送，是不敢送。就梅根现在这个路数，但凡王室敢发一句生日快乐，第二天他就能把这句话印在果酱瓶上、蜡烛包装盒上，打着王室认可的旗号到处带货，指不定还要编出多少王室破冰的故事来。宫廷团队早就看透他的套路了，宁可落个小气的名声，也绝不给他俩留半分蹭流量的机会。说白了，这不是私人恩怨，是风险防控。王室吃过太多次亏了。奥普拉专访里的种族歧视炸弹，网飞纪录片里的家丑爆料，自传备胎里的私密细节，哪一次不是打着家庭私事的旗号，转头就变成了变现的素材？现在防着他，就是怕了这种拿王室身份赚钱，还反手骂王室的操作。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威廉和凯特的态度，不光官方账号没动静，私下里连一句问候都没有。王室专家汤姆·塞克斯直接挑明，威尔士夫妻俩和哈里·梅根已经快4年没有任何形式的沟通了。4年是什么概念？从他俩退出王室到现在，兄弟俩的关系不仅没缓和，反而越走越远。凯特这个曾经的王室和事佬，现在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。当年菲利普亲王葬礼，他还主动走在兄弟俩中间打圆场，想帮着缓和关系。结果转头哈里就在纪录片自传里把他编排的一无是处，连花童吵架这点小事都拿出来大做文章，把凯特塑造成刁蛮嫂子的形象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一次次的善意换回来一次次的背刺，换谁都会寒心。现在凯特的态度很明确，不接招，不理会，不互动。你想制造冲突博流量，我连眼神都不给你一个。你想演妯娌不和的大戏，我照常出席我的公务，过我的日子，全当没你这个人。这种彻底的无视，才是最高段位的反击。梅根最擅长的就是把矛盾变成流量，只要对方有反应，不管是好是坏，他都能做文章。可凯特直接不陪他玩了，一拳打在棉花上，发力的人自己先泄了气。威廉就更不用说了，他的防火墙早就筑得严严实实，在他眼里，哈里早就不是当年那个跟在他身后的弟弟了，而是一个随时可能拿王室隐私换钱的不稳定因素。他是未来的国王，要对君主制的稳定负责，绝不会允许哈里梅根的闹剧再拖累王室的声誉，更不会让他们影响到乔治、夏洛特、路易3个孩子的成长。所以别说生日祝福了，上次哈里带着全家回英国，威廉连面都没露一下。兄弟俩走到今天这步，早就不是吵架就能和好的程度了。世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是根本立场的分歧。夹在中间的查尔斯处境也很微妙。上个月他刚在海格罗夫庄园见了哈里一家4口，见了好几年没见的孙辈，说到底是亲爹亲爷爷，血缘这东西割不断。可心软归心软，底线他守得比谁都清楚。见面可以，私下团聚也行，但官方层面的认可，半分都不会给。生日祝福这种事，看似是小事，实则代表着王室的身份背书。一旦发了，就等于默认了梅根还是王室大家庭的一员，之前划清的界限就全乱了。查尔斯当了一辈子王储，最看重的就是君主制的稳定。他晚年身体不好，又被安德鲁的丑闻、哈里的叛逆折腾得够呛，现在只想安安稳稳把权力平稳交接给威廉，绝不能在自己手里出乱子。他对哈里有愧疚，觉得这孩子从小没妈，受了委屈，所以愿意给点私人情面，愿意见一见孙辈，但这份情面仅限私人领域，绝对不能碰王室的制度和规则。所以你看，见面选在私人庄园，不准拍照，不准官宣，连卡米拉都要全程在场当见证人，就是怕事后被拿去做文章。生日祝福这件事，他不是忘了，
是故意装没看见。父子情分是一回事，王室规矩是另一回事，在查尔斯心里，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。反观梅根这边，45岁生日的热闹全是表面功夫。知情人士向第6页爆料，他本来想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，邀请好莱坞一线明星、加州名流闺蜜，像2019年那场耗资50万美元的纽约影音派对一样，风风光光撑场面，顺便拓展人脉，给品牌拉合作。结果临到日子，宾客名单凑不齐，大家要么说有事忙，要么直接婉拒，真正愿意来的人寥寥无几。曾经围着他转的好莱坞圈子，早就慢慢疏远了。说白了，当年大家凑过来，是冲着英国王妃的头衔，想沾点王室的光。现在他和王室闹掰了，头衔含金量一降再降，商业价值连年跳水，谁还愿意凑这个热闹？最后盛大派对不了了之，他只能在家里对着哈里的镜头，穿一身印着 It's Giving Mistress 字样的睡衣，头顶廉价生日皇冠，赤脚在厨房跳舞，拍点日常片段发出来，营造岁月静好的样子。可越营造，越显得冷清。和2018年温莎城堡那场全球瞩目的婚礼比，和当年群星云集的银鹰派对比，现在的场面，说一句门庭冷落都不为过。更讽刺的是，他发出来的生日视频还悄悄限制了评论，明面上是庆祝生日，实则不敢看网友的评价，他又被扯出肤色、人设这些争议。当年喊着要言论自由、要反抗媒体霸凌的人，现在连评论区都不敢开，这份底气的落差，比冷清的派对还扎心。更头疼的是钱的问题，哈里那场5000万英镑的官司败诉，天价诉讼费像一座大山压在夫妻俩头上，他俩的商业版图这2年全线缩水， Netflix 合约快到期不续约， Spotify 播客直接被砍，平台高管甚至暗讽他俩是拿了钱不干活的骗子。哈里的演讲费从100万美元跌到5万一场，还经常接不到合适的活，连梅根花了大力气做的生活方式品牌 As Ever 上线至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，卖果酱、卖蜡烛根本撑不起盘子。据媒体披露， As Ever 现在正面临严重的库存危机，果酱、花茶、花瓣糖粒这些易过期的产品大量积压，卖不动又耗不起，光是临期库存造成的亏损就高达700万澳元，折合英镑约350万。网站流量也从刚上线时的峰值暴跌了 80%， 复购率低得可怜。当初上线时喊着要打造加州生活方式帝国，现在连基本的盈亏平衡都快维持不住了。品牌刚推出的时候还闹出了不少风波，原本起名叫美国里维埃拉果园，结果商标申请被驳回，还被指 logo 抄袭西班牙小镇徽章，当地市长扬言要起诉，最后紧急改名成了 As Ever， 折腾了好一阵才平息。折腾到现在，品牌不仅没赚到钱，反而成了吞钱的窟窿。媒体早就有消息，为了给品牌续命填官司的窟窿，他们已经动了戴安娜留给哈里的那笔遗产。戴安娜当年给2个儿子各留了1300万英镑的信托基金，哈里30岁时拿到手，加上投资增值大概有2000万英镑，本来是母亲留给孩子傍身的家底，是最后一层保障。现在才过去6年，这笔钱已经消耗了大半，连品牌的启动资金都是从这里面出的。戴安娜当年留下的钱，本来是想让儿子不用为钱发愁，能过得自由开心，现在却被拿来填商业亏损的窟窿，想想都让人唏嘘。梅根嘴上喊着要经济独立，要逃离王室的窒息规矩，可她做的每一件事都离不开苏塞克斯公爵夫人这个头衔的加持。品牌卖的是公爵夫人的生活方式，人脉靠的是王妃的身份，连生日带货，吃的都是王室身份的红利。品牌专家尼克·埃德早就点破了，他要是真的和王室撇清关系，没了公爵夫人的头衔，谁会买一个18线女演员卖的果酱蜡烛？他攥着头衔的手比谁都紧，一边骂王室束缚自己，一边死死攥着头衔变现，这套又当又立的打法早就被大众看透了。很多人都在说，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婚呗，可梅根比谁都清楚，离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哈里不一样，他就算离婚了，也是英国王子，是王位第5顺位继承人，血脉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就算王室再冷落，查尔斯100年之后，他该分的遗产一分不会少。
真要是走投无路，想回英国，总还有个落脚的地方。阿奇和莉莉贝特就更不用说了，王室血统改不了，继承顺位摆在那，永远有保底的路。可梅根呢？她所有的身份、名气、商业价值，全绑定在哈里妻子公爵夫人这个身份上。一旦离婚，保密协议一签，她再也不能拿王室身份说事，不能再提公爵夫人的头衔，更不能借着王室的名义接商业合作。真要是违反协议，王室的顶级律师团分分钟能让他赔到破产。说白了，哈里是有退路的，他没有，所以哪怕官司压身，品牌亏损，王室冷落，他也得硬撑着岁月静好的人设，得拉着哈里配合他演幸福夫妻的剧本，得想尽办法榨干头衔最后一点价值。这也是为什么他明明受了冷遇，也不敢像当年那样跳出来控诉王室歧视、欺负人，因为他知道，闹得越凶，王室的防线越紧，他能蹭到的红利就越少。现在的他早就没了当年掀桌子的底气了。就连哈里，心态也在慢慢变。当年意气风发的骑兵军官，现在成了加州厨房里陪妻子拍带货视频的全职丈夫，眼里的光早就没了。他夹在中间，两头为难，一边是血脉相连的原生家庭，一边是妻子和自己选的路，两边都靠不拢，两边都不讨好，活成了最拧巴的人。有意思的是，王室偏偏选在梅根生日这天，高调纪念伊丽莎白王太后。两个人同一天生日，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两条路，对比简直不要太讽刺。这位1900年8月4日出生的老太太，当年是让希特勒都忌惮的欧洲最危险的女人。二战的时候，白金汉宫前后被炸了9次，最险的一次炸弹就在王宫院子里爆炸，碎玻璃溅到了国王和王后的脚边。身边所有人都劝她带年幼的伊丽莎白公主去加拿大避难，她死活不走，撂下一句硬气到骨子里的话：孩子们不能没有我，我不能离开国王，国王绝不会离开英国。最有名的是白金汉宫第一次被炸之后，他站在废墟里说了句：我几乎很高兴我们被炸了，现在我终于能直面伦敦东区的人民了。他知道平民百姓在轰炸里受了更多苦，王宫被炸了，他才觉得自己和民众站在了一起，没资格搞特殊。战争最艰难的那几年，他和乔治六世走遍了英国的工厂、医院、被炸的居民区，穿着定制的套装，踩着高跟鞋，踩着瓦砾去慰问民众，给所有人打气。他一辈子守着王室的责任，守着国家的底气，用自己的硬气攒下了王室最珍贵的声望。这份声望传了一代又一代，到现在还是温莎家族最硬的底牌。而梅根呢，他拿着王室给的头衔，不想担半分责任，只想变现赚钱，把家族隐私当商品，把王室声望当流量密码。同样是8月4号出生的人，一个留下了跨越世纪的敬重，一个留下了一地鸡毛的争议，一个用担当撑起了王室的脊梁，一个靠算计消耗着王室的余温。王室的传承从来不是传一顶王冠、一个头衔，是传刻在骨血里的责任，是守住底线的定力。靠投机取巧赚来的快钱，总有花完的一天；靠消耗身份攒来的热度，总有退潮的一天。真正能站得住脚的，永远是担得起多大的王冠，就扛得起多大的责任。这场生日闹剧落幕，梅根的45岁，没等来王室的祝福，没等来好莱坞的追捧，只等来了无声的疏远和现实的压力。他和哈里的路只会越走越窄。温莎家族的大门从来都不是彻底关上的，只是他们自己亲手把开门的钥匙丢在了一次次的算计和消耗里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